老爷，真让你给说中了。怎么说？傅一山说他安排了一个晚上的饭局，想让咱们一块过去。你应下了没？没你的发话，我敢随便就答应吗？行，那就给他回话吧，咱们过去。好，我先给秦朗打个电话。此时，秦氏国际商贸的总裁办公室里，当看到叶松的来电后，这位秦氏国际商贸继承人猛地从办公椅上窜了起来，惊喜、激动、紧张，多种情绪瞬间交织在了一块。叶董，秦总，我这边今晚有个饭局，有没有兴趣跟我一起过去？啥玩意？叶董要将自己带到他的饭局去？这刹那间，这种来得太快太突然的幸福，顿时让秦朗的大脑一片空白。但本能之下，无暇去想太多的他急忙夜声道：“承蒙叶董给机会，我去。7点你在荣府宴等我。”好。荣府宴的大门口，叶松跟叶成英从劳斯莱斯上走了下来。已是在这儿等候多时的秦朗，在看到那熟悉的面孔后，立即紧张激动的忙不迭迎了过去。叶董，叶大嫂。殊不知叶松还没应声，打量起他来的叶成英便是抢先一步玩味道：“估计你家祖坟是冒青烟了。”走进去吧。没去再跟秦朗进行任何的寒暄，叶松淡淡一笑。这也让秦朗心头泛起了一股没来由的失落来。他想象过跟叶松见面后的多种情景，唯独没想到会是如此的平淡乏味。随着叶成英推门而入，里头的傅一山跟韩博远也瞬间转头看了过去。相对之下，跟在叶松身边的秦朗则是彻底凌乱起来。这傅大嫂，魔都天字号大少傅一山。叶大少，好久不见了。你傅大少日理万机，肩挑魔都松江曲阜的担子，没空跟我这种小角色见面，那不是正常的吗？叶成英毫不客气地打趣一声。虽说彼此之间的关系远没有当下表现出来的这么友好，但到了他们这种层次的主，面子功夫一直以来都是头等事。怎么着，还挑我理了？你叶大少要是小角色的话，那我傅一山又算什么？再说什么叫我日理万机没空跟你见面？这不是一直到你跟叶董来魔都后，我就马上给你打电话了吗？难道我这还不叫诚意吗？倒是你来魔都都不给我打声招呼，这是不是有点不太合适？话罢，不再在这个问题上纠扯，适可而止中，主动朝叶松走了过去。久仰叶董大名，今日可算是得以一见了，哈哈！来，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傅一山，不才在松江曲阜干点杂活。如果傅大少说曲阜3把手是干杂活的话，那这又得让曲阜的1、2把手情何以堪啊？曲阜3把手，对比起叶董来，可什么都不是。就这会，我估计咱们市府里头的领导班子已经在想着该用什么办法将叶董捡到市府里头进行沟通交流了。曲阜3把手或许不算什么，但傅大少这位曲阜3把手可是连市府领导班子都不敢怠慢的主，这就不简单了。叶董要这么说的话，那我可就是理解成是在揶揄我了。如果不是家中出了几个得力长辈，让咱们这些小的沾光，怕是我连区府3把手都够不着。所以说白了，咱这些人就是借助着长辈的光，才能人模狗样着，哪里像叶董白手起家，短短几年就走到了如今这般高低。对比起来，我傅一山还真的什么都不是啊。傅大少若是再这么说，保不齐我可真就得飘了。叶董有那个资本，所以傅大少今晚这个饭局就是为了捧杀我来的。哈哈，不，我说的都是实在话，绝对没有捧杀意思。来。叶董，叶大少，这边请。说着，傅一山直接朝餐桌的方向伸了伸手。倒是秦朗似乎被他当成了小透明，他知道对方是秦氏国际商贸的总裁，这种身份角色放在外界绝对好使，绝对有地位，但在他这儿还没到能入他法眼的程度。傅大少，需要我给你介绍一下我身边这位吗？叶松没有挪步，反倒是玩味的笑问一句：“哎呀，你看我光就盯着叶董跟叶大少了。”口中虽是这么说着，但傅一山毫无半点不好意思的尴尬样子。再是道：“不用叶董介绍，我认得这位应该就是秦氏国际商贸的总裁秦朗秦总了。”傅大嫂，你好。没想到秦总竟然还跟叶董如此熟络，看来真是深藏不露啊。这话不单是说给秦朗听的，更是说给叶松听的。秦总给我打电话说是想接待一下我，正好傅大少有请，想着省点时间省点事，我就将秦总给带来了。傅大少不会觉得我无礼吧？不，肯定不会。既然秦总是叶董的朋友，那也算是我的朋友了。那以后还得有劳傅大少关照一下秦总了。好说，能力范围之内，规则允许范围之中，能帮的我肯定会看在叶董的份上帮。一声能力范围之内，规则允许范围之中，无疑也表出了自己的态度来。就是敷衍的态度。谢叶董，谢傅大嫂。哪怕听出傅一山这是敷衍态度，可秦朗也只能陪笑去做些。来，叶董、叶大少，还有秦总，就坐吧。叶董，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韩博远，在咱们魔都办公厅的。魔都是菊韩局的公子吗？我知道。如此看来，叶董对咱们魔都的情况挺了解的。有叶大少在，傅大少说我有可能对魔都的情况不了解吗？也对，忘了这茬。呵笑一声过罢，傅一山渐入主题。叶董，是我冒昧一问，不知叶董此番来魔都是所为何事？如果叶董有需要的话，能帮忙的我肯定不去推脱。能力范围之内，规则允许范围之中的帮忙吗？叶董，你这是在揶揄我啊？傅大少想多了，
言归正传吧，此番来魔都，我就为了一件事，就是想看傅大少会不会主动找我，以此来决定我要不要对傅大少高看一眼。在叶松的这一直言不讳下，傅一山跟韩博远都是脸色骤变，这还真应了之前王静安说的那些。至于坐在一旁的秦朗，此刻则是被吓得不轻。叶董，你觉得我需要你来对我高看吗？确实，你或许不需要我的高看与否，但是我却有必要来看看你值不值得我去高看。然后呢？然后吗？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肯定给王静安打了电话，要不然傅大少也不可能会为我设这么个饭局。既然傅大少给王大少打过电话，那我相信咱们的王大少肯定会在电话里给傅大少透露了一些情况，包括我这趟魔都之行的潜在意图。所以，我打算创建一个名为同济会的组织，不知傅大少有没有兴趣？这一点，我相信王大少应该也有跟傅大少说过的了，对吧？我这人吧，从小到大都不喜欢，也不习惯被别人压着。所以傅大少这是拒绝了？我有不去拒绝的理由吗？如果同济会成员跟魔都圈子发生利益摩擦，或者是跟傅大少发生利益冲突、矛盾冲突，同济会将会不遗余力的去傅大少或者魔都圈子发起极力打压。不知道傅大少认为自己或许魔都圈子承受得起吗？你是在威胁我？谈不上威胁，只是阐述一个事实而已。我知道傅家长被官居复国，魔都更是被傅家经营地犹如铁板一块，无论魔都之主的位置再怎么换都好，都撼动不了你们傅家在魔都打下的根基。但我要说的是，如果我想，我能让魔都这1亩3分地重新洗牌，我能让你们傅家在魔都的根基分崩离析，而你们傅家那位已是入主紫禁的复国只能干瞪眼，你信吗？下一秒，不仅是傅一山跟韩博远，就连叶成英都是脸色巨变，让魔都重新洗牌，让傅家在魔都的根基分崩离析，还让老傅家那位复国干瞪眼，这特么吹牛吗？叶董好大的口气啊！一直没怎么说话的韩博远没等傅一山出声，便是领声阴沉道：“首先就拿你父亲韩文斌来开刀。”刹那间，韩博远的脸顿时成了猪肝色。叶董，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当然了，这个世界亘古以来讲的就是利益2字。如果魔都圈子跟我没有冲突，跟同济会没有冲突，我断然不至于去折腾，我也没有合适的理由去折腾。你的意思是你吃定我，吃定整个魔都了？我不喜欢说吃定这俩字，我只想说，只要我想，我能将魔都翻过来。除非说你们傅家阵营里头的主一个个都是一清二白的，否则……叶松没有选择往下说，而是耐人寻味的微笑着摇了摇头。一介商人你也想玩火？只要能够确保烧不到自己身上来，我为什么不敢？你就这么笃定烧不到自己身上来？连王静安都奈何不了我，区魔都还能让我烧身不成？一声连王静安都奈何不了我，顿即让傅一山跟韩博远呆若木鸡，包间中就这么陷入死寂。而随行叶松而来的秦朗这回已是如坐针毡了。他知道叶松牛，但万万没想到叶松会牛到这种程度。王静安他也是你口中的同济会成员？我已经给他预留了第3把交椅。傅一山再是心头大震。如果说王静安真加入那什么同济会，这是不是意味着王静安过去苦心经营编织出来的能量网也得随之成为对方的嫁衣？还有，以他对王静安的了解，对方怎么可能会做出这种选择来？除非说王静安已是彻底落入对方的压制中，甚至是因为某种原因而不得不对对方进行屈从。想到这，傅一山大脑一片空白的凌乱起来了。